肖老板，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小什么小？以后就叫我老板。好。站住！黄林邪，都快要成家的人了，怎么整天没个正形啊？我就是养条狗，见到我也得对我叫2声吧？那你就养条狗，跟李佳琦结婚好了。你看看李家会不会同意？你不孝子，滚！救我！救我！来，谢谢。最近接连发生的几起案子，给咱们龙城大学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。现在校园里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说这些案子跟你沈教授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愿意承担责任。沈教授，其实我呢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不过确实其他老师也说，总看到你跟那些调查人员在一起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呢暂时先搬出员工宿舍，减少和其他老师接触的机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呢，课还要照上，研究啊还要照做。我们龙城大学学术这块招牌啊，还需要你扛起来啊。哎，对了，需不需要人事帮你找房子啊？这个不用校长费心了，我已经找好住处了。我回来了。嘘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是悲伤还是圆满，你们都准备好迎接历史性的结果了吗？做好了。你少废话，快点。耶！爆米花呀！我还以为你们在研究长生鬼呢。科学是人类通往进化的必经之路，但知道前面是道墙，那就别撞了嘛。长生鬼还是继续保持它的神秘比较好，我看还是要物尽其用。没准这长生鬼有独立意识，特有个性，只瞧他瞧得上眼的。长生鬼有独立意识，没准啊，是你的检测仪太垃圾了。林静哥的检测仪太垃圾。不，这个就不用记了。去，就知道公器私用，非法操作实验仪器啊！小郭机灵了哈，这还差不多。老赵呢？没用的，我跟他有着宿命的缘分，哪怕相隔千里，那也仿佛咫尺之间。你少吃点，给我们留点。说吧，有什么新案子？嚯，这家人什么来头？王朝阳，龙城机械实业富豪排行榜第1名。吴管家，你们老板这品味，
够独特的呀。哦，这是小老板高中的时候画的。那看来你们老板父子的感情非常好啊。这么久的画还挂在家里这么显眼的位置。老板40岁才得了这么个儿子，自然是疼在心坎里。老吴，这是我们老板，黄老板。特别服务部是吧？我们是特别啊，辛苦辛苦，坐。黄老板，现在呢，我们想问您几个问题，不知道您方便吗？哎呀，我现在也很着急啊，但是我知道的并不比吴管家多呀。老吴，那天你比我先到，你比我更清楚一些，要不你来跟他们说？哎，老黄，老黄，怎么回事啊？听说阿奇不见了，琪琪还等着办婚礼呢。咋呼什么？进去说。田安，哎，送客。老黄，你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呀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你为什么把刚才那一帮子人都赶走呢？你能不能动一动脑子？我怎么跟他们说啊？你是不知道当时有多吓人呢。那怎么办呢？吴管家，这就是你说的疼到心坎里了。没有父亲不疼孩子的嘛。老板一向对小老板百依百顺的，只是近些年来小老板所作所为，太伤老板的心罢了。不是都说父子没有隔夜仇吗？这又是因为什么闹的呀？这本是老板的家务事，你看我这个做管家的不好多说的。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人现在人都出事儿了，你这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你说出来，就有可能是条线索。其实啊，老板也是为了小老板好，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，就是刚才进门的李老板的女儿。可是小老板认定老板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在卖他，哎呀，天天跟他闹。这个是谁？哦，佳琪小姐呀，李老板的女儿啊。这长得挺好看的呀，小老板为什么不同意啊？周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远都能看清他的脸啊！你当了这个处长，你也能看见？这是野兽的本能。哎，我说老楚你变了啊！好身手。不好意思，练过。哎，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不谈了。这样吧，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，请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啊，一定。怎么总觉得落下什么了？没事，证据没事。看出什么了吗？没一个说实话的。我第一次见着儿子丢了能那么冷静。岂止是丢儿子的冷静，还有这个吴管家，见到这么离奇的失踪案，他竟然没有怀疑这个事件。再就是这个李佳琦小姐了。那，周处，那么多人，我们跟哪个？先跟李佳琦吧，毕竟是她未婚夫失踪了，就算是感情再不好，也不至于这么冷冰冰。哎，管家，我的同事在哪儿啊？他们刚走。沈教授，你确定要这房了吗？我们那里还有好几套性价比更高的房源，精装修，周边设施齐全，拎包入住，我想应该更适合你。沈先生，
沈先生。啊，叫着了。琪琪啊，琪琪，你要想好了。我看黄陵区这个死小鬼啊，他是回不来了。你不要呆头呆脑，把自己都赔进去。哎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周公子，你是不是要去见一见啊？琪琪。黄连琴倒是接电话呀！老大，保护现场！保护现场。这东西也在车上。那看来他们从皇家出来就直接回家了。这件事儿应该不是他们干的。你联系一下仲红，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情况。我这边风平浪静，有情况我随时汇报。什么情况？李佳琦也失踪了，和姓黄那小子一模一样。打起精神，继续。老黄，老黄，大半夜的你干嘛？我女儿不见了。马脚了。你们跟踪我？我们这是例行调查，公子的。老吴啊，我看过资料了，你在皇室做管家有20年零7个月了吧？是啊是啊，当年流浪龙城，在我最危难、几乎绝望的时候，是黄老板救济的我。难道还有比救命之恩更大的恩情吗？如果真的是救命之恩，那我就更奇怪了。之前你一直在刻意的误导我们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处理的都不是常规的案件，当然了，也不会用常规的逻辑去推理案情的。赵处长，你说的什么推理啊、逻辑啊，我是真的不懂。但是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呀。怎么？我只是去了水边，你们怀疑我，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吧？你听过地星人吗？没，我没听说过。
是谁？刚才在咖啡店外，你在暗示我什么？你的瞬间移动，当年就有摆布的限制，现在恐怕更略有不逮了。人老了，不以筋骨为能，不要再逞强了。站着！你当年既然选择这条路，现在就不必怪我。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看到当年一批人，结果反倒我有这个运气。起来。你的身体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的事也惊动您了呀。这里有这里的规矩，你和特调处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会插手的。我到这儿来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做，赵云兰这个人，您不许动。赵处长，您在跟踪他呀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处理好你的事情。希望你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那留给我的时间又还剩多少呢？我们翻阅了所有资料，一共找到86种水系地形异能，可范围太大，没法精确匹配。反正磨蹭到现在，连跟地星人的毛都没捞着。哎，要不把黑袍石请出来吧？不行，有结果了。这浴缸的水不是来自龙城管道，而是东口水坝下的河水。我天恩！哎，站住！咱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我可不想再被他逃脱一次了。喂，你好，沈教授，在哪儿呢？你打的是我办公室的座机，我当然在学校了。沈巍，你今天一直在学校吗？赵处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妨直说。可是我在外面看见你了呀。怎么？我们学校又有案子了吗？哎呀，我还真是要庆幸。如果沈教授是我要对付的犯罪嫌疑人，那还真不知道是谁输谁赢呢。那怎么听起来，我好像还在你的嫌疑名单里啊？但你也要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有问题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。那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赵处长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全力配合。好啊，刚好我有一些问题呢，要请教你。老吴，老吴，老吴，你这是要走啊？老板，小军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军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见到他了？不，我没见到他，但是我有感觉，我马上就能见到他了。哎呀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凭感觉呢？都20多年没见到人了。小军就是站在你的面前，你都认不出他是你儿子。老板，你就当是父子同亲。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我知道的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小军啊，爸回来了，快来看。爸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？老吴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这不是想儿子吗？有件事想跟你说。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找小军，到处找。是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小军他怎么会一个人跑出去就不见了。
有小军的消息吗？我和报社的朋友也联系了，他们说会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。老板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还给我饭吃，我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。哎，老吴，你这么说就见外了。虽然名义上我们是宾主关系，但是我确实是把你当亲兄弟。小军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和我的儿子没什么分别。你这小子呀，老爸是最了解你的了，从小就爱捉迷藏。前几天我又梦到你了，还有你妈妈。又被赵初说对了，赵初连他穿水而过都能猜到，真想知道他是怎么推理出来的。张一兰人都不在这儿，拍了马屁股了。小军啊，你真的回来了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了呀！老头，你有完没完？上人家门口来扑丧了是吗？你真的回来了，终于愿意来见我了，还有脸来找我？你恨不得我死了，就没人知道你有一个怪物的儿子了吧？不是的呀，他们跟我说你死了，他们还带我去你的墓地，我每年都去那儿上坟的呀。我的墓地？他们把我丢在荒山野岭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他以为孩子是我们不小心弄丢的，现在去找他了。那他们见面了，不是要露馅了吗？你不是派人跟着吗？找个机会干掉他们呢。这是个怪物。不会的，黄老板还救过我们，他怎么会杀你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和我一样，也是怪物，不然他们最后悔的就是救了你。这戒指，这戒指，就是当年我挂在你胸口的，你还念着爸爸是吧？这就是证据啊！证据。证据！小军呐，你可以恨我，恨黄老板，恨李老板，我都能理解。可他们的孩子是无辜的呀！为了别人的孩子。来求自己的孩子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小军！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？那让你和我死在一块儿，岂不是太委屈你了？也是，那你就好好活着。我的意思是，和你在一起我不委屈，不是你不愿意和我结婚。可是，我一直认为是你觉得委屈。好一对痴男怨女啊！要杀他，先杀我！你也太可笑了吧！我要你们知道，死亡面前，世上的一切感情都是泡沫。父子之情不例外，男女之情更不例外。小军，到此为止。
什么小娟？凭什么说这句话？你知不知道我这20年了，我经历了些什么？电能克水，你以为我真的就没有准备吗？光有钱不够，还得用脑子。等一下，把他手摊开。不值钱的东西。闹够了吧？你还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，才让你在外面待到现在吗？这些人犯下的罪，自然会有法律来制裁他们。你现在最该关心的是你爸。爸，爸，求你，救救他，求求你们！赵初，请允许我使用长生鬼为吴大叔续命。真是奇怪，这长生鬼到底是什么原理？时亮时不亮的。人命关天啊！赵处长，你可知道唤醒圣器的后果吗？更何况，你知道如何使用长生鬼为王者续命吗？折损自己的寿命救一个地形人，值得吗？他还不是王者。如果我们任凭他死去，那我们和王者有什么区别？求求你，救救他！
请您救救他，请您救救他。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地星人，人就是人，请黑老哥救救他。请您救救他。特调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对父子真是没用，是时候执行第2步计划了。黑袍大人，我俩奉帝君之令，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大人压起心火，把犯人交给我们吧。怎么，这一次不去帝君殿了？这是帝君亲自签发的批文。地心众生，怀鬼胎者无数，连帝君殿也没能幸免。他们要杀人灭口，看来是等不到去帝君殿了。有一个问题，我必须现在就问你：当年地心派往上面寻找圣器的队伍的人，突然与我断绝了联系，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赵处长，你只看到了眼前的一条人命，可圣器如果再次被唤起，后果无人可料。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时至今日，你还是不愿意提起。大人，不是我不愿意提起，实在是说来惭愧。那一夜我们小队途经一片森林，却突然遭到了幽处的围攻，我当时就被打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，同伴已经全部死绝了。全部死绝？看来你真的是一无所知啊！您的意思是，当时你们的队长在任务中存活了下来，他隐匿于人界，犯下了其他的罪行，还未等到与我见面，便已被击毙。只可惜，这条线索彻底的崩断了。大人啊，我记得出发的时候，队长跟我说过，他的夫人刚有了身孕。你是说，他可能还有后人在世上？堂堂猫界霸主，居然在这陪你玩什么晨跑？你当猫的时候呢，随你怎么撒娇、打滚、耍赖皮、睡懒觉都行。可你现在是个人，就得加强体育锻炼，随时准备应对挑战。你看人沈教授啊，多能替咱们分忧解难啊！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最近案子明显变多，而且和这个沈教授都有关的，你不觉得？哎，沈教授，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刚刚搬过来的。哦，您也住这个小区？可是这小区离龙大挺远的呀。像我们这些大学老师，上班又不用打卡，所以选择住哪里当然是性价比比较重要的。哦，哎，那搬家搬怎么样了？要不然我们俩去帮你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住也没多少东西，已经都收拾好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行，再见啊。死猫啊，你说这个沈巍到底什么意思？明明是故意跟我们搬到同一个小区，可偏偏不告诉我们他的具体地址，太有意思了。想知道地址还不容易？不合格。主哥，你刚才我明明跟你说过，跟踪最忌讳的就是脱梢，一旦脱梢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反侦查。小郭同志啊，7次考核屡战屡败，说说，有什么获奖感言吗？喂。啊！密室失踪案。他从来不会一个人出门的，尤其是这种晴天。他讨厌阳光。哎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再说一下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吧。浴室失踪，不会是吴小军又回来了吧？被黑袍使亲自带走的人，如果都能随便回来的话，那我看摄政官的眼泪得要整个地星了。地星还有摄政官？我以为地星只有黑袍使大人呢。从古至今，无论国界，也不论是不是人，只要有群居的生物，怎么可能不分个高低下？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无尽的杀戮和压迫。和室内一样，墙外没有别人的指纹和脚印，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和血液的反应。哎，可是只有这么点线索不够啊！线索它本身是不会跑的，就看你自己会不会去找了。季先生，麻烦你把事情的经过再说一遍，从头到尾，不要漏掉任何的细节。赵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啊，你也许还不知道，普通的失踪案件不归我们管，有关部门之所以可以把这个案件交给我们，就说明这个案件里肯定有不合常理的地方。在失踪之前，还发生过什么让你觉得奇怪的事情？我要从哪件事开始说起？不管事情的大小，只要你想到就告诉我们。喂喂，怪异事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，就在这间浴室里。薇薇，薇薇，薇薇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是？